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传闻杨紫未来会再送一个瓜，或与程毅演紧张戏，但网友表示没想到。对于媒体界的巨星，你最先考虑谁？或许众多网友的反应就是杨紫。杨紫无疑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工匠。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明星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并抹杀了所有人，除了在他自己的努力下变得更糟。目前，他同样是媒体中的顶级人物。话虽如此，人尽皆知，在杨紫出名后，关于他穷人的瓜子停了下来，网络上也不断有关于他新节目的新鲜感悟。说不上你是否真的回想起过往的暑期唱片，现象级的作品不计其数。杨紫和程毅主演的老庄奇幻剧《沉香如出一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作品多次登上烽火总评网剧定位榜的最高点，位居2022年网络剧集精彩片播放榜第一，更是烽火主播破100万。有些网友不会相信，这不是新瓜吗？你为什么会说你又在讨论最后一场演出？这是因为新剧的主人公与沉香如碎花的主人公有一定的联系。网上有消息称，尾于紧张与思考的电视剧《野蛮剪妻根基》现已播出，男主程毅，女主杨紫，编曲沉香如渣。网友们看到这个消息的主要反应是不信任。综上所述，杨紫现在的瓜太多了。假设他们都接受，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数。不过，既然消息出来了，我们还是先调查一下吧。假设消息属实，这应该是杨紫和程毅的第4次联手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是青云志1和青云志2，第三个是可识别的沉香木像下脚料。这么频繁的联手，应该有很多默契，尤其是在沉香中，陈翔和他的另一半的2个帮凶，同样让网友们称他们为伟大。之后的合作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关于怒华七底，真实小说的变身作品同样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尾鱼。他的代理作品包括司徒4月刊和这本《怒华七底》。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周氏皇室的衰落，不可思议的男人老子选择辞职，关尹喜过函谷关时听到消息之后，老子留下了7卷封鸾扣的危险破败。这个故事的呈现方式很奇怪，将它与历史结合起来，格外引人入胜。我无法抗拒想要了解这个故事的冲动。不过，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很多粉丝并没有假设2人会再次配合，甚至有些心酸。无论如何，这也不足为奇。综合考虑，2人主动配合，粉丝们可能需要找一个替补同谋，而且消息也不完全可靠，所以他们没有假设。无论如何，杨紫的演技一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而杨紫是她作品的中心卖点。真心相信杨紫能拍出更多作品，让大家看到更多杨紫，看到她拍出更多不同的作品。02.4直播后，肖战用10个字提醒粉丝，却被无视。时至今日，经过4次直播，肖战用10个字提醒粉丝。无论如何，这一举动最初是值得感谢的，但却被忽视了。显然，被忽视的理由更加明确。无论如何，小景本人在被忽视的个体中，认为这是惊人的和明智的。综上所述，万一你不必忽视他，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很麻烦的，可以说是很难上天了。说实话，关于这4个直播，我承认经常关注肖战的粉丝现在已经熟悉了。其中一些是最奢侈的，而且有很多，同时有2个。在很多人看来，尊贵而矜持的他还进行实时通信，这超出了某些人的假设，但他们看不到谁是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拜托，那是肖战 Talks 和另一个是大众潮牌摩森，这样的4场直播进展，同样给人群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普通媒体井喷。事实确实证实，这不是相戏，也不是影视剧，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聚会，但综合考虑，如此严肃的直播，震撼了无数人。要知道，作为艺人，肖战参加聚会的时候，其他的放松时间声明并不多。因此，在录制的3-5个月里，无数的肖战粉丝需要陷入没有新素材的境地。追求背后的原因，对于每一个焦急地坐在那里的人来说，这完全有可能是可怕的。这13张新照片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
这绝不是任何想象力的扭曲，它比一识字的更新更加可行和完善。显然，好在我们其实有4个直播，还有30多个肖战的品牌，还有肖战工作室平凡的肖战。因为有了这些，我们多了一个选择性的安慰和深刻的帮助。关于肖战给粉丝的一识字建议，来自肖战工作室和平凡的肖战。结果发现，经过4次直播，肖战的工作室送来了1张肖战常规赛，一共13张照片，1张复印件。副本的实质是瞬移40，引入梦洞。肖战温馨更新，天气越来越冷，注意保暖。显然，这绝不是肖战工作室发来的不规则文字，而是由他的掌门人我们的肖战非同寻常的训练出来的深思熟虑的更新。天气越来越冷，注意保暖。我不得不说，这个更新非常可爱，而且非常迷人。综合考虑，当天气转冷的时候，无论是在暖和的北方，还是在没有暖和的南方，都显得格外尴尬。而且，符号的更新无疑会让无数粉丝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尽管如此，这个一识字的更新被忽视了，完全被忽视了。看来这次更新，肖战的新照片有13张，不同的色调，不同的节奏，不同的姿势，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场景，让人等待了一段时间。假设您说这13张新照片具有非凡的优势，那无论如何都不是歪曲。它比一识字更新更脚踏实地，更完善。显然，大多数粉丝并不一定如此独特。根本的解释是，图片的效果始终是与文字最直接、最本能的对比。同样，这是肖战的新照片，结果也不言而喻。总之，无视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日月过于妖艳。03，我的神物，祝你璀璨星辰，和谐幸福。1991年10月5日在重庆被带入世界，2010年被归入重庆创新商学院，当前全球规划与专业学院。在校期间，他在一些特权冠军中名列前茅，例如文工高手、匠心企业单位、精湛集体等。2012年，他和他的同伴成立了亿光影视传媒摄影工作室和计划工作室。从学校毕业后，他在工作室担任创始人。2015年6月，巧合的是，他还是一个新手，参加了一场戏剧表演消费的孩子，这同样是他进入媒体渠道的第一步。他没有洞察力，这条演艺路也不是很顺畅，他很可能应该是不均匀的。即使被任命的当局和教官反复提出异议和不满，他也没有投降，而是忍受了。终于，艰苦的工作得到了回报。2016年9月，在 X9 青年会出道聚会上，肖战作为主唱权威亮相。他是跨领域的，不是专家。他身后没有赞助支持，没有资产帮忙，也基本没有收藏资产。对于艺人来说，有戏是他们的筹码，也是他们的资本，所以他几乎被困住了。至此，与之前的组织哇哈哇的协议已经结束，让事态更加恶化。这么厉害的他怎么会这么冷清？2019年年中，他最难忘的开门见山了。2019年6月27日，由他出演的古装奇幻《陈情令》在腾讯视频上传播。在剧中，他饰演一个奔跑不讲理的人，仍然在空中为体弱者进行挖掘和帮助，却因不同的经历而被磨练。夷陵老祖实际上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独特目标，是一位喜剧演员。他也凭借这份工作赢得了大家的关注。从那时起，每个人都来了解这个有吸引力的大孩子。他的演技很有趣，而且他也非常善良。正如表达的那样，有许多人是众所周知的。2020年的227次事件将简推到了最前沿。这件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噩梦，难以熬过，更何况港部一个最近进入媒体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一个明显虚弱的人，有效地传达了这一点，从不抱怨。然而，当残局平息后，这一集里受害最深的人写下了一本罪孽之书。之后，有专栏作家问他这半年是怎么度过的，他像个贱民一样平静地说：“我想通了，巧合的是，我把头发剪短了。”人在大好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喋喋不休，畅所欲言。然而，尽管有巨大的利益，谁能不被诱惑，并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首要关注点？
这应该是怎样的性格，怎样的头脑？人们通常不会陷入痛苦之中。这一集之后，他的演艺事业变得更加顺利。2021年起，专家部队、斗罗大陆、不嫌麻烦就指点人生等影视剧陆续上映，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